謝孟丹，全身長着上千顆腫瘤的女孩，她遭遇的不幸与奋斗過程，讓所有人為之动容。瘤子，你看这都是密密麻麻，肚子里面一肚子瘤子，肚子里面全是瘤子，对，肚子盆腔里面。虽滿身布滿腫瘤，整天生活在疼痛之中，但她依舊對生活充滿希望。在醫生的指引下，電腦顯示屏上數不清的腫瘤，讓記者都感到疑惑：為何年僅22歲的女孩肚子裡面都長滿腫瘤，密密麻麻，不免讓人害怕，甚至全身汗毛豎起，雞皮疙瘩掉一地。無法想象女孩到底經歷了什麼，這是需要多大的勇氣和毅力。這個女孩是河南人，她身上的腫瘤是一種叫做神經纖維瘤的疾病，每一次發病，她都要癱倒在床上，無法站立。在發病到查明原因，短短幾個月的時間，上千顆腫瘤在她體內以及身體表面肆意綿延。原本還在體內生長的腫瘤，很快附着在前胸及背部。當醫生掀開衣服查看病情時，他痛苦的表情讓在場的主治醫生都不敢下手，生怕每一個微小動作給他帶來無限傷害。為了減緩疼痛，丹丹每一次檢查都只能用雙腿墊在身體下面。就算是這樣，丹丹的病情依舊沒有得到控制。當北京的專家查看病情報告時，都不僅為他的健康擔心，因為體內上千顆腫瘤，每時每刻都在生長，隨時都有被擠壓破裂的情況發生。而一旦破裂帶來的傷害更是無法想象，死亡對他而言只是上一秒和下一秒的區別。那為什麼年紀輕輕會患上如此罕見的纖維瘤？一般來說，纖維瘤是源於纖維組織，正常的纖維瘤生長緩慢，病情一般在40到50歲成人較多。但河南女孩年紀輕輕，不僅在身體表面布滿纖維瘤，還在體內甚至肚子裡盆腔內部也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纖維瘤。而在現實生活中得纖維瘤的患者還有很多，甚至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沒有多大的概念，可以說危害並沒有想象中都害怕。而這位河南女孩的纖維腺瘤卻讓北京專家也迷惑起來。為了弄清楚這位年輕女孩的病因，北京專家也是不敢耽誤，立馬給丹丹做全身系統性檢查。面對複雜多變的病情，醫生首先要對其家庭情況做進一步了解。就在這時，丹丹卻陷入了無法自拔的深淵。瘤子，你看这都是密密麻麻，肚子里面一肚子瘤子，肚子裡面全是瘤子，对，肚子盆腔裡面。太慘了！河南22歲女孩體內爬滿1000顆腫瘤，卻被父親扔出門外，將其自生自滅。而這上千顆泡泡每天像魔鬼一樣折磨着她年輕的身體，一邊是身體的疼痛，一邊是內心的煎熬。可以說，丹丹每天生不如死，無時無刻都像被萬蟻繞心，身心被折磨的丹丹只能每天半跪在床上。全身長着上千顆腫瘤的女孩，她遭遇的不幸與奮鬥過程，讓所有人為之動容。雖滿身布滿腫瘤，整天生活在疼痛之中，但她依舊對生活充滿希望。在醫生的指引下，電腦顯示屏上數不清的腫瘤讓記者都感到疑惑：為何年僅22歲的女孩肚子裡面都長滿腫瘤，密密麻麻，不免讓人害怕。雖說病魔纏身，但陽光總是照耀着每一處角落。正當丹丹面容沮喪的時候，得知情況的村醫也是給了她希望，不但免費給丹丹治療，還一直鼓勵丹丹走下去的信念。再苦再難，生命都要得到呵護。就這樣，在村醫的陪同下，丹丹來到了北京。經過專家的會診，發現丹丹的病情已經到了最後關頭，還好送來的及時，不然就算華佗在世也發晚救。在經過專家的檢查中發現，丹丹的腫瘤已經遍布全身。原本腫瘤是不會在肚子裡生長，但她的情況卻是個意外，不僅肚子裡有數不清的腫瘤，連盆腔都無一幸免。而當專家進一步檢查發現，丹丹的頸椎也出現了腫瘤生長痕跡。要知道，頸椎內部分布了各種神經系統，一旦腫瘤壓迫到神經，那是多麼恐怖的事情。而且頸椎空間狹小，特別容易將病毒蔓延至其他各關節。在專家看來，丹丹的情況不容推遲，要立馬動手術摘除那些體積較大、容易壓迫到神經系統的腫瘤。但問起丹丹的家人時，丹丹就一頭莫展。那這又是怎麼回事呢？原來在丹丹很小的時候，父親就離開了家，丹丹從小也是跟着奶奶相依為命。而在她10幾歲時，奶奶也不幸去世，留下了丹丹。
但父親得知丹丹有病，也是不願接受，甚至將她拋棄。為了盡快手術，專家也立馬聯繫丹丹的父親，可父親就是不願前往北京，給丹丹做手術前的簽字。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難道父親真的不願意挽救自己的親生女兒嗎？瘤子，你看这都是密密麻麻，肚子裡面一肚子瘤子，肚子裡面也全是瘤子。對，肚子盆腔裡面。22歲河南女孩肚子長有1000顆腫瘤，不但沒有得到及時救治，就連親生父親都不願給她簽字。北京權威專家會診看後，對丹丹的病情也只說給她減少痛苦，並不能徹底挽救生命。在很多人看來，現在的腫瘤似乎並不算什麼大病，可丹丹的腫瘤雖然數量巨大，唯一的特點就是它是一種神經纖維瘤病，是一種十分罕見的腫瘤病。其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它像野草一般，無時無刻都在生長，而且只要有神經的地方，就是纖維瘤生長的沃土。而人的身體每一寸肌膚都是各種神經，只要有神經的地方，它都可能生根發芽。所以在丹丹的身上才能布滿上千顆瘤子，就算用簡單的手術切除，也是治標不治本。它就像冬天的枯草，死而復燃。而北京的專家也只能暫時將丹丹體內較大的腫瘤清除，給她緩解疼痛和不能直立問題。而父親在得知專家要給女兒動手術時，也是百般推脫，不願過來。也許是擔心需要自己出錢，也許是擔心女兒需要承受更大的痛苦，反正总是以各種理由推脫。最後經過专家多方溝通，并承諾不需要任何費用，丹丹的父親才來到了北京，為女兒簽的字動了手術。可女兒還沒出手術台，父親就急促地趕回了家，又將女兒獨自留在了北京。最終還是那位村醫將等待康復的丹丹接回了家。那麼這樣的父親還算是一名合格的父親嗎？